魏无羡抱着小苹果在云深不知处门口撒泼，死活不愿意进去，绞尽脑汁也没想明白，都这样了，蓝忘机怎么还不把自己丢出去？蓝忘机不但不想把魏无羡丢出去，相反，他立在山门前，以一种专注而又坚决的眼神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魏无羡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拖进去。这时魏无羡还安慰自己，也许他还没认出他的身份。这可真奇怪。魏无羡边嚎啕大哭边琢磨，蓝湛被夺舍了吗？蓝家那么多家规，光自己在蓝家门口瞎嚷嚷这一点，估计就犯了好几条了。放在过去，蓝忘机早就动手了，现在竟然连个禁言都没有。于是情况就僵持住了，魏无羡死命扒着小苹果，小辈们死命扒着魏无羡。小苹果到底是一头神驴，都这样了还淡定地低头吃草。魏无羡势单力薄，眼看着就要输了，不由在心里抱怨：这莫玄羽的身体也太差了吧。突然拼命扯着他的蓝家小辈们齐齐松手，魏无羡顿时一个踉跄，拉着小苹果摔了出去。小苹果愤怒的大声哼哼，魏无羡哎呦呦着爬起来，看到小辈们对着山门行礼道：泽无君。果然是蓝曦臣带着弟子们款款走下石阶，嘴边仍旧笑得和煦，和他弟弟一模一样的脸，气质却截然不同。说起这个可就奇怪了，魏无羡打小对着生人勿近的蓝忘机能各种调戏，可对着好好先生蓝曦臣却总是莫名发怵。明明长得一样，这位还明显脾气好得多，魏无羡自己都纳闷怎么回事。魏无羡瞬间停止狼哭鬼嚎，拍拍刚滚的一身泥土，从地上站起来，跟着蓝家小辈们乖乖地行了个礼。泽无君看到魏无羡时，明显愣了一下，他转头去看他弟弟，看到愁云惨淡、生无可恋了13年的他家忘机，脸色红润，精神焕发。啊！泽无君张嘴对魏无羡说：忘机的客人。魏无羡立刻想说不是，指望泽无君能主持公道，让那个强行绑架他的韩光君放他走人。可是随即他发现他被禁言了。半天不禁，现在禁。感情韩光君不在乎他大吼大叫，但是在乎他向泽无君告状。魏无羡怒视蓝忘机，蓝忘机淡定看天。蓝思追说：这位是莫玄羽莫公子，我们在夜猎途中遇到的。泽无君表情恢复了正常，对他弟弟说：不可以对客人这样。然后便解了魏无羡的禁言。魏无羡连忙想要告状，泽无君却突然没头没脑说了一句：莫公子，忘机今年35了。啥意思啊？可是泽无君没有给他提问的机会，这便御剑走了。魏无羡一头雾水地目送泽无君离开，突然手上一热，他侧过头去看，蓝忘机不知什么时候从山门走到了他身边，握住了他的手。蓝忘机的手很热，似乎还带着些水汽。这可真奇怪。魏无羡寻思，蓝湛以前手很热吗？他全无印象，他从前和蓝忘机可没什么身体接触，蓝忘机不喜欢与人亲近，即使是从水行渊处救他上岸，也不愿意拉他的手的。蓝忘机握紧了手掌，只是说道：进去吧。魏无羡便进去了。一阵折腾，魏无羡也说不清楚究竟在干嘛。那群小孩子他也不认识，总算见到个蓝启仁，蓝启仁就被他气吐血了。魏无羡讪讪地放下笛子，在内心为自己辩白，真的不是他故意瞎吹，实在是这破笛子不堪重用啊。蓝湛不会骂他吧？蓝忘机没骂他，蓝忘机只是魏无羡斟酌了一下用词，无奈地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就低头去照顾吐血的蓝启仁了。魏无羡觉得活见鬼了，自与蓝忘机重逢以来，他一直在活见鬼。蓝启仁挣扎着睁开眼睛，拉住蓝忘机的袖子，颤颤巍巍说道：忘机呀，魏婴已经死了13年了。啊？有我啥事？蓝忘机只是说蓝启仁又挣扎着说：忘机呀，你今年35了。这难道是蓝家的一句密语？这回蓝忘机也无语了，仰起头开始看天花板。蓝启仁终于彻底晕过去了，随后还完全没搞清楚状况的魏无羡就被蓝忘机架着下了山。魏无羡安慰自己，蓝湛虽然怪怪的，不过至少可以付钱。下了山他可以去吃正常饭菜，不至于待在云深不知处啃树皮。魏无羡在山下取下了温宁脑袋里的钉子，又从吃人堡救下了精灵，
然后在路上被江澄带住了。魏无羡承认他很慌，他只知道他不愿意面对江澄了。可是江澄自然不愿意放过魏无羡，他把他绑起来，说是要让他在莲花坞跪到他死。魏无羡对着灵犬下意识喊出了蓝忘机的名，回过神来，只见江澄神色诡异。怎么了？江澄被气笑了，咬牙切齿道：蓝忘机倒是还不忘护着你，怎么，你有没有回报过他什么？魏无羡寻思，江澄这口气怎么和蓝湛有仇似的？他俩都是仙门名士，不至于吧？不过当下魏无羡也没心思去细究这个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回答：那我给他讲笑话。可是蓝湛这个人你也知道，他不爱听笑话。我从尼尔给笑一个，这里的水好凉好凉，讲到这里的山路18弯，这里的水路9连环，他就说了一个这算回报不？江澄表情很精彩。魏无羡想擦擦脑门上的汗，抬手才想起来自己被捆了，尴尬地扭了扭，继续说：我还给他抓了只猫，希望养宠物能够让他喜笑颜开，结果他和那只猫四目对望了一个下午，然后他告诉我那只猫有点掐巴眼。江澄觉得既然是蓝忘机的结论，那必然是什么高深的东西，他竟然不懂，不可以，便问道：什么是掐巴眼？我也不懂，大概就是说眼神歪斜视。比如你现在看上去在看我，但是你是个掐巴眼，所以你其实是在看那条狗。仙子啊呜了一声，魏无羡瑟瑟发抖。江澄怒道：你才掐巴眼！魏无羡缩成一团。对，我是掐巴眼，你怎么也学蓝湛说话？又是蓝忘机！江澄更气，拽住魏无羡的肩膀一阵猛晃。蓝忘机，你就知道蓝忘机？你现在才20出头，蓝忘机今年35了，他不行的。啊？有病吧？大家都有病吧？蓝湛35了，所以呢？他知道蓝湛35啊。魏无羡不敢问泽无君，不敢问蓝老头，但他敢问江澄。他激动地大声质问：35怎么了？35不好吗？你不也35吗？江澄完全理解成了另一个意思，气疯了。我35未婚又怎样？你有意见？你咋不对蓝忘机提？魏无羡更晕了。未婚又怎么了？江澄气得满脸涨红。我是为了江家，无欲无求，单身35年，和偷偷撸管35年是不一样的。你换一棵树上吊，重不重？他真的不行。魏无羡要疯了。啥玩意？谁撸管35年？你为啥有河南口音？这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，两个人都吼得很大声，其实谁也没听懂谁在说什么。还好精灵出现，拯救了魏无羡。精灵带着魏无羡偷偷摸摸跑出去，分开之前，精灵意味深长地看了魏无羡很久。魏无羡脑门直冒汗，很心虚地问：咋啦？精灵拍拍魏无羡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：莫玄羽啊，虽然你们同辈，但是韩光俊今年35了。说完没解释，精灵就溜了。魏无羡便同手同脚地去找蓝忘机。月色下公子如玉，魏无羡偷偷欣赏了一会儿，脑子里不断飘着一句话：忘机今年35了。你今年35了。蓝忘机今年35了。韩光俊今年35了。从驿城出来，一群孩子都很黏魏无羡。当晚他们露宿野外，讲了些过去有的没的故事。精灵在离开之前，又跑到魏无羡跟前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番。魏无羡被看得浑身发毛，强行镇定，说道：干嘛呢？精灵抱着剑，挺着腰，很努力地在装大人，问他：你当真放弃我小叔叔了？魏无羡就开始演断袖，嘿嘿嘿怪笑几声，故作扭捏的左脚踩踩右脚，右脚踩踩左脚，把精灵恶心得满脸发黄，然后阴阳怪气地说：哎呀，当然了，人家现在全身心都是韩光俊的了呢。韩光君本君其实耳朵非常好，他原本正准备去砍点柴火，不小心听到这句，手抖了一下，砍倒了3棵大树。蓝景怡偷偷问蓝思追：男人的虎狼之年是几岁？蓝景怡自问自答：我听说女人是30-40岁，男人是30之前，那韩光俊怎么回事？耳朵非常好的韩光君默默走开，离开这个四处都有尴尬对话的地方。蓝景怡观察了一下满地树干，断口干净利落，连藏在木头里的小虫虫都被切成2半。啧，他说：不愧是韩光俊，这把年纪了还龙虎精神。
蓝思追终于开口了：“啊，锦衣你别开车。”蓝景怡又开始寻思：“思追啊，你说到底是韩光俊追的莫玄羽，还是莫玄羽追的韩光君？”蓝思追很老实的回答：“虽然你总说莫公子纠缠韩光俊，但是韩光俊是那种会被纠缠的人吗？”蓝景怡豁然开朗，猛地用右拳击左掌，瞪大眼睛说：“哇哦，原来如此，是韩光君他。”突然蓝景怡猫下了腰，和做贼似的，拽着蓝思追一起蹲下来，十分警惕的四周环顾了一圈，确认蓝忘机不在附近，才又抖了起来。韩光君童子30载，等125载，一朝得见君，丁丁站起来，犀利，太犀利了！蓝思追崩溃了。丁啊丁，算了，为什么是25载啊？蓝景怡叉腰，见异思迁，见战忘尧，可不就是25载？蓝思追神经质一般瞄了眼不远处的精灵，精灵正在大声嚷嚷：“你就好好跟着韩光君，不要再搞别的男人了。”蓝思追想，这世界疯了，大家都在关心韩光君的绯闻。蓝景怡精神抖擞地冲了上去，一把撞开精灵，激动地抓住了魏无羡的手。魏无羡努力保持微笑。蓝景怡大吼一声：“快呀，莫玄羽，韩光俊今年35了！”魏无羡彻底晕了。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完。上了金陵台，金光瑶识破了魏无羡的身份，在众多金氏门生和各路围观群众的围堵中，金光瑶立在金陵台的高阶之上，笑得阴森森地，对着台阶下的蓝忘机与魏无羡说道：“夷陵老祖不愧是夷陵老祖，把韩光俊迷得神魂颠倒的，竟然跟着你这个大魔头为非作歹。”蓝忘机没有否认。魏无羡想，蓝战话也太少了，怎么这种时候都沉默？魏无羡忍不了，他不能忍受蓝忘机被他拖累，他对着上头吼道：“注意言辞，脸方尊，你这说的好像我是个妖妃，韩光君是个昏君一样。”蓝忘机的表情一瞬间有些复杂，金光瑶的笑容还是很阴阳怪气，他问道：“哦，那你们难道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吗？”魏无羡啧啧两声：“你有病啊，为啥非要把咱俩说成一对儿？你是断袖？”这下金光瑶的笑容总算隐去了，他眼睛微微睁大，有些不可思议的上下审视了一番魏无羡，然后又审视了一番蓝忘机。蓝忘机面无表情。金光瑶啊了一声：“你啊个丁日啊，你们还没办事啊？”金光瑶震惊了：“我的天啊，夷陵老祖，你是不是死太久了，已经忘记了韩光君他已经35了？”等魏无羡几天后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在榻边看到蓝忘机的身影时，他脑子里仍旧都是那句魔咒：“已经35了。”他呲溜一声爬了起来。蓝忘机听到声响，立刻走近坐到榻上，替魏无羡压了压背角，问道：“伤口还疼吗？”魏无羡不说话，一双眼睛直愣愣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端起茶壶倒了杯茶，递到魏无羡嘴边：“刚醒，润润喉。”魏无羡不说话，一双眼睛直愣愣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掏出随便，举到魏无羡鼻子前：“你的剑。”魏无羡不说话，一双眼睛直愣愣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沉默了。魏无羡一把握住蓝忘机的手，蓝忘机一个机灵。魏无羡神经兮兮地说：“蓝湛，你35了。”蓝忘机拼命掩饰自己的紧张：“江城也35了。”蓝忘机真的不紧张了。呵，我其实22，莫玄羽也差不多。蓝忘机又紧张了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提醒我你35了呢？一定是有什么问题，是35的男人会烦恼，而20出头的男人不会烦恼的。蓝忘机觉得自己耳朵开始发烫。魏无羡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儿。这个问题，蓝老头，蓝老先生和你兄长都知道，他们都过了35了，心里有数。金光瑶也知道，他今年多少岁啊？反正30多了。还有锦衣金陵他们也知道，他们还小啊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家里长辈也有这个问题？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蓝忘机开始在心里念经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魏无羡突然坐直了，发出一声恍然大悟的啊！蓝忘机开始低头猛喝茶。
魏无羡大声说：“蓝湛，你是不是开始秃头了？”后来在乱葬岗打凶尸，韩光君招下狠手。据围观群众说，从没见过这么有杀气的韩光君，足以证明金光瑶和苏涉实在可恶。到了云梦，魏无羡拉着蓝忘机逛了个街，在树下相拥。魏无羡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思，一心想要送个东西让蓝忘机高兴。回去莲花坞后，他便带着蓝忘机去了药铺。蓝忘机有点好奇，魏无羡蹲在地上一阵狂挖出一株草药来，宝贝似的捧在手里，开心地递给了蓝忘机。蓝忘机接过一看，是一株巨大的何首乌。魏无羡炫耀道：“这株何首乌是我以前种的，大火都没烧掉啊！20年何首乌可以成精了，是我小时候发现江叔叔开始脱发了，特地种的最好的品种，肯定有效果。”咦，何首乌呢？不见了。刚刚还捧着草药的蓝忘机很淡定地说：“被风吹走了。”魏无羡懵了：“啊，那我再挖一颗试试。”蓝忘机上前把蹲在地里的魏无羡拎了起来。去别的地方转转。身后不远处，尾随的江澄刚把脑袋上的何首乌拿下来，呸呸呸，吐掉掉进嘴里的泥，心里怒骂道：“蓝忘机，你这个老处男，有病啊！”又过了2天，在观音庙外荒野地里，魏无羡总算明白，忘记今年35什么意思了。虎狼之年韩光君，你慢点啊！蓝忘机一边工作一边很冷静地说：“35。”魏无羡鬼哭狼嚎：“呜，35，精神倍儿棒，吃嘛嘛香，不秃。我们有一辈子，今天先这样吧。”蓝忘机继续工作。那明天能不能休息一下？蓝忘机一把搂住魏无羡脖子，把魏无羡亲得七晕八素，非常坚决地说：“天天就是天天。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